未婚夫谢景昭出远门后，我写了2封信求他拿主意。一是我继妹沈玉娇想要我的聘宴，哭闹不休；二是他弟弟看上了我，实在殷勤难缠。谢景昭本就不喜我温吞怯懦，总想退了这门亲事，所以第2封信寄出的当天，他就托一个老翁传来口信。他既然看上了，你就依着他。他年纪小不懂事儿，你还不懂事儿吗？这是说谁呢？见我疑心他传错话，老翁也有了脾气。从古至今，只听过把媳妇送人，哪听过把聘宴送人的？何况谢二公子的年纪比你妹妹还小半个月嘞，肯定是让你改嫁。也是，仔细琢磨，谢景昭向来不觉得我继妹沈玉娇不懂事。以前沈玉娇夺我的头饰、绢花、玩具花灯，甚至是一篮杨梅，闹到大伙面前，谢景昭只会拉下脸，不耐烦地骂我：你是当亲姐姐的，干嘛总和妹妹争抢？姐妹处不好，你嫁过来怎么管家？但谢景昭极烦他弟弟，以前在洛阳姥姥家就常骂着弟弟调皮不懂事。没错，这下全对上了。看我终于回过味，老伯骄傲地摸着胡子，对吧？老头子我咋可能听错呢？那你有什么话需要带给大少爷？有的，我还想求一下谢景昭，订婚大宴我不争了，能不能不去改嫁？可看着眼前老伯赶水路来，满身疲惫，我明白他得养活一家，在谢家干的就是开船苦力。谢景昭向来讨厌我，我若再托老人家说情，恐怕连累他在主家面前难做人。怕老人家为难，我强扯出了一个笑脸。那就全听他的。老伯看出了我难受，生出一丝同情。结婚这等大事，可不像杨梅果子，你真就让了？你要不再求下大少爷，没准人家还会念旧情。哎呦，没准是我老头子听错了，我再去跑一趟嘛。我微微摇摇头，多谢老人家，不问了。以前也问过，也去求过。5年前亲妈去世后，亲爹后妈偏心，继妹刁蛮，我在这个家日子很不好过。亲爹为哄后妈开心，甚至想过把我丢到乡下农庄。还好亲妈曾给我定了谢家这门亲事。谢家产业大，谢景昭也出席当了大官，我便编了谎。你们别欺负我，谢家大少爷谢景昭很喜欢我，他早晚会给我撑腰的。靠那半年的谎，总算帮我争来沈家大小姐该享的待遇。但谢景昭并不喜欢我，连谢家的光都不愿让我沾半分。就在4年前的生日宴上，沈玉娇抢了我一篮鲜杨梅，我又搬出谢家当靠山时，却不知谢景昭就躲在帘后。他冷眼看着我哭，完全不顾我眼里的哀求，当众拆穿了我的谎言。谢家绝对不要贪吃爱计较的未婚妻。既然哭完了，就把杨梅端去给你妹妹。漫长闷热的夏日走廊飘散着杨梅酸涩气味，佣人们暗中窃笑嘀咕，夕阳晒在脸上似热耳光，这都让我长了记性。就怕谢景昭一不高兴退了婚事，我总是乖乖听他话，不敢再去争。衣服捡沈玉娇挑剩的穿，首饰等沈玉娇不要的戴，与其去追问让自己难堪2次，倒不如听话乖乖的嫁掉。毕竟是泥人嘛，向来都是任别人揉捏，没脾气的。老伯抓抓花白的头发，尽力说些安慰我的话。虽说二少爷耍赖混账了些，人也没有大少爷靠谱。可是，坏话讲了一箩筐，老伯终于一拍脑门，想到谢清燕的一丝好处。他在城外种了800亩杨梅林子，保证让你吃到肚皮溜圆，不用让。我明白老伯只是好心的宽慰，毕竟谢清燕名声太糟糕，就连性格正直温和、从不偏私的谢景昭，一提到这个在洛阳被姥姥拉扯大的亲弟弟，也总是恨得直咬牙。因为谢清燕打小没养在爹妈身边，所以谢家父母总觉得亏欠了他，恨不得把星星月亮摘给他。要是这样也就罢了，偏偏谢清燕不要星星，不要月亮，他非要亲哥谢景昭的东西。谢景昭有一对极其名贵玉蝉，他非要。谢景昭有个不值钱的破陶壶，他也要。连家宴时端茶倒水，丫鬟们都很小心，就怕哥俩差一点，老二又要闹。我本以为只会在嫁进谢家、摆酒敬茶时才见谢清燕一面，哪知3个月前过了姥姥孝期，他回了广陵，第一眼他就看中谢家为谢景昭和我置办的婚房方圆。谢景昭实在讨厌这个调皮霸道、被爹妈给惯坏的弟弟。当时他在外地奉旨办案，便写了封信催促我去拒绝。爹妈偏心，光惦记给他添新衣做夏装也就算了，那方圆是你我结婚用的，怎能给他？阿莹，你作为谢家未来主母，自然该管教得了他。这话说的真让人为难，我该咋跟老二开口要东西？我是说，老二呀，这园子是你哥的，你不要跟他去抢。可以前沈玉娇抢我首饰，我跟他扯着头发打闹时，谢景昭只会沉下脸。当姐姐的，让你让妹妹。还是说，老二呀，你抢走了园子，哥哥会伤心。
可是以前你躲我亲妈的遗物，我伤心掉眼泪时只会责骂我，为啥总闹得家里不安宁？这么多年，总习惯了让，我实在不知该怎么开口讨要，也怕他难受，就默默地做了几件夏装，连信寄去。信里写：爹妈没有偏心，这是给你做的。我等你回广陵，一起管教二少爷。兴许是快结婚了，也是看那几件夏装的份上，谢景昭没开口骂我，只是难掩失望。要是你那个妹妹那样聪明机灵，肯定有招。这些天我常常想不明白，为啥会跟你订婚。不愿让谢景昭失望，我还是硬着头皮赶去方圆，刚好看到谢青燕在躺椅上打滚发脾气。爹妈偏心，大哥有这么好的房子，我也要。谢家爹妈根本不舍得骂老二，看到我时像见救星。好阿姨，快替我劝下这混小子！盯着眼前跟谢景昭八分像的脸庞，想起每次我和继妹吵架时，总先数落我的谢景昭，怕着二少爷受委屈，我小心翼翼地询问：这院子只给老大，确实不太公平呢。但是谢家还有很多院子，老二你为啥非想要这套呢？看谢青燕不闹腾了，老老实实听我讲道理。谢家爹妈互看一眼，欣慰地笑了。以前阿英脾气风风火火太冒失，现在文静稳重，很有大嫂的风范。哪知话还没完，老老实实的谢青燕突然抬起头，死死抓住我手腕，笑嘻嘻不愿松手。爹妈偏心，大哥有这么好的老婆，我也要。谢景昭让人带来改嫁话后，我那狭窄逼仄的偏院里堆满了他亲弟弟送来的彩礼箱，简直瞎搞！院子店铺，但凡他哥的东西，他想要啥尽管拿。可他要是祸害了阿莹，我拿啥去面对阿莹亲妈？我坐在闺房里，绣着红盖头。谢家母亲急匆匆掀开门帘，让佣人们在外头候着。阿英，你再写封信去问问阿昭，让你改嫁，估计是被他弟弟气糊涂了，你必须要再问清楚。我摸着盖头上的绣花，想起我亲妈病危临终前，实在不放心我，所以硬撑着不闭眼。是谢景昭拉住我手，跪在床前，一字一句的跟亲妈保证会照顾我。亲妈这才放心的松开手，安详去世。心里有那么点不舍，嗓子眼却像塞了棉花，不知该咋开口。看我低头不吭声，谢母又瞧见院里被我用心照料养得发亮的大雁。阿昭打小脾气冷淡，以前洛阳有多少姑娘相中他，他却偏偏只管着你，对你的家事很上心，说明他在乎你。听说他又在姑苏买了不少彩礼，正等着回来娶你呢。就冲着他费劲儿为你打大雁的份上，你也应该问明白。谢母这话让我心里燃起一点希望。对啊，别的人家为了省事都用木雕，谢景昭却不怕受累，亲自给我打回一对活雁。这样的谢景昭才会随随便便让我改嫁。大雁着着长羽毛，把脑袋往我手心蹭，软乎乎的胸前毛让人心也软了些。我反复琢磨，到末拿笔，仔细问清原因，怕他心里为院子为爹妈的偏心难受，就在最后行写小字加一句：不管别人咋样，我肯定偏向你。谢母非常高兴，把老二的礼全退掉，让阿昭马上回广陵结婚。谢景昭说他的船下午会到广陵，记得去接他。昨夜大雨半夜就开始下，稀里哗啦下个没完。我早起赶忙梳妆打扮，挑了件最亮的裙子，又怕伺候他的人粗心，专门多带了一把伞，在码头等他。等人潮散去，船靠船走，等码头被大雨淋成一团昏黄的水雾，也还没看到谢景昭人影。没水风大雨大，耽搁了时间也有的。我站在走廊拧干裙摆的水，就听到后院咯咯的清脆笑声，是我继妹沈玉娇笑趴在桌前。叫我姐去对付你弟弟，阿昭哥哥可真会以毒攻毒。谢景昭对我向来不抱期望，他性格太软弱，事情总归办不成。谢景昭讲的对，就连去码头接他这件小事我都没干成，紧抱怀里伞，我难堪的低下头。客船明明昨天就到，为啥要骗的说你今天下午才回来？谢景昭把礼单递给沈玉娇，满脸疲惫。你先选吧，被他撞见肯定要哭，他哭起来烦人。沈玉娇把玩着弹弓，贼贼一笑。原来阿昭哥哥是故意把他支走，方便我挑礼物。可这都是你从姑苏给姐姐买的彩礼，我先挑合适吗？旁边谢景昭的跟班莫叔忙献殷勤。大少爷想静一静，专门交代了不收大小姐的信，他光会告状，少爷看了心烦，又怕他不在，大小姐会欺负您，所以专门只看您的信。我这才看到院里贴喜字的箱子开着，谢景昭带回的彩礼都被沈玉娇全翻过一遍，鸳鸯枕巾被踩得极脏，珍珠挂帐
乱糟糟的缠在一块。母燕被弹弓打断了一只脚，惨惨的叫。我又气又急，从背后用力推开沈玉娇一把，把大雁死死抱在怀里。头顶那声大吼像雷，把我吓坏了。我抱着大雁，傻傻的看着谢景昭，半天说不出话。看我吓得哆嗦，谢景昭收起了难看的脸色，他揉揉眉头，耐住脾气。阿英，我讲了多少遍，这些破东西你嫁进谢家全都会有，但是你啥事做不成，啥事都要争，不懂事理，不知退让，你嫁过来咋能当家做主？跟你妹妹道歉。我不想认错，但是这4年总低头，总认错，腰不争气，自己先玩下去了，对不起。沈玉娇笑嘻嘻的冲我做了个鬼脸。呸！你心心念念的彩礼，我一个也看不上。阿昭哥哥别理他，我妈煮了甜汤圆，喊我们一起去吃呢。天色阴沉，全家团圆。前厅有沈玉娇一家的笑声，有酒酿汤圆香甜的味道。丫鬟来喊了2次，我都没有吭声。谢景昭只冷眼看我。你如果不想吃，也不用摆脸色。院里满地乱糟，我没掉眼泪，也没为自己辩解，就默默地掏出手帕给大雁包扎。但是手帕绑在雁腿上，就没有东西擦眼泪了。怀里大雁眨眨眼，轻轻啄了我脸庞一下，眼角掉下2颗发热的泪滴。我写的信你都看了吗？谢景昭没有吱声，我全懂了，他一封都没有看。我没有告状，只是有非常急的事想问一问你。雨太大了，我看不清谢景昭的脸色，是发呆，是犹豫着想问一问是啥情况。可是他到底没有出声。我抱着大雁没说话，起身时，佣人赶紧递了把伞。现在天色黑了，雨下得这么大，大小姐能去哪儿呢？谢景昭死死盯着我的背影。让她走，她想嫁进谢家当大嫂，就必须改掉这些毛病。算了，把伞给我。之前几天我总在方圆外溜达，没地方去时，居然不知不觉又走到这，淋了一天的雨，身上湿乎乎的，又冷又热。我抱着大雁靠着墙角坐下，头上却突然遮过来一片伞，怕他像谢景昭一样责骂我，赶我走。我小心翼翼去看谢青燕的脸色。要是我答应嫁给你，是不是就能在这避一避雨？一碗热腾腾的姜汤递到手里，谢青燕给燕腿涂了药，甚至打了个好看的蝴蝶结。方圆里找不到女人的衣物，还是从退回的彩礼中翻找出一件。少爷，大少爷好像在外面呢。谢青燕大笔一挥，吩咐佣人把牌子挂了出去。谢景昭与沈玉娇与疯狗不得入内。看我来到谢青燕这边，谢景昭好像很放心，他没有计较谢青燕写的那块幼稚牌子，不冷不淡地丢给跟班一句：告诉知音，人终归不能躲一辈子。等雨停了，叫他来谢家认错，再商量结婚。外面雨变小了，我端着姜汤，低着头，没有说话。谁说不能躲一辈子？偏躲偏躲！看我不吱声，也不骂一骂谢景昭。谢青燕抱着头，失落地躺在床上。知音，你怎么变成这样了？当初在洛阳，我抢我哥的糖吃，你骑在我身上，打得我哇哇大哭，还记得吗？我想起来了，那会儿沈谢两家全住洛阳，那会儿谢景昭还不是现在这样，整天冷着脸的死板模样。10岁的他受了委屈会红眼圈，会一声不吭跑到谢家门外坐一下午。亲妈牵着我的手，买菜时路过谢家，瞅见墙角有个擦眼泪的身影，回来时菜篮子里就会多一条鱼，锅里会多一把米。亲妈在围裙上擦擦手，拍拍我的背。阿莹，去喊阿昭一起来吃饭。谢景昭扭不过我，被我拽进门，按在饭桌前。我一筷子一筷子的帮他夹菜，饭碗堆成了小山。晚上亲妈哄我睡觉时，悄悄跟我说，谢家长辈偏爱长得好、嘴又甜的老二谢青燕。谢景昭这孩子死板嘴笨，一受了家里的委屈，就不说话也不吃饭。我听得傻了眼睛，人得受了多大的委屈才会吃不下饭呀？打那以后，我就对他的事儿留了个心眼儿。我在谢家墙脚下挖蚂蚁窝，刚好听见谢青燕在街上摔了跟头。谢家长辈却觉得谢景昭当大哥哥没有看护好弟弟，罚他3个月不能吃零食，不能出去玩。我摸了摸兜，亲妈给我每天的零钱有2文钱，本来可以买一个大大的糖人，俩人只能买2颗小小的糖片。我在唐人章的摊子前纠结了好久，想到亲妈说要做乐于分享的人。我坐在墙角，把糖块递给谢景昭时，还是忍不住心疼他。亲妈说，克扣孩子饭菜的是这个世上最坏的大人。这样坏的大人，
居然是你的爹妈！刚巧碰见谢清燕叼着最大的嫦娥糖人，得意洋洋冲谢景昭做鬼脸。爹妈不让你吃糖，你从哪里偷来的？我回去跟大妈告状，你马上倒霉了！原本没糖人吃就烦，我握紧拳头，气得牙直痒。当晚被亲妈揪着脖子去谢家登门道歉，哪知一来二去，两家长辈居然很看好我和谢景昭。阿英性格直爽，仗义聪明；阿昭沉默寡言，不善吵架，是很般配的一对呢。亲事就这么定下了。谢清燕用糖和玩具拉拢着巷子里外的小孩们，不准他们跟谢景昭玩。送到我面前的糖人，我偷偷咽了口口水，满眼看不上。谢清燕有啥了不起？她连你一根小拇指都比不上。就算全天下的人都跟谢清燕好，我也绝对向着你。向来不苟言笑的谢景昭突然低头轻轻一笑。我也是，我的心也永远向着阿玲。后来时光流逝，久别重逢很是尴尬。这4年，谢景昭的心没有向着我，一回也没有。想起来那些旧事，谢清燕感叹道：从小啊，我哥的东西我想抢就能抢到手，可偏偏你只跟我哥好，我抢不过来，我心里觉得缺了什么，很不痛快。后来我又夺了我哥很多东西，玉雕、破壶、房子和大半家产，还是觉得心里空。直到那天你来方圆，我才明白我为啥子嫉妒他。10年后，拉拢我的东西从唐人变成了一纸婚约，满月安静，灯火通明。谢清燕突然靠近，为自己求情。这样耍赖惯了的人，认真求爱，像认输求饶。阿莹，我跟他不一样，我只对你一个人好，你跟我结婚，别再理我哥了，行不行？谢景昭等到第7天，知音依旧没来认错。以前他挨了训话，为了保住亲事，往往不到1天，他就会红着眼眶来谢家，呆呆的低头认错。跟班莫叔看出主子谢景昭的心思，没在办差上，宽慰说：那天雨下的那么大，搞不好大小姐是病了，才没来呢。谢景昭一愣，她病了，病得严重吗？有请大夫看过吗？正担心时，听见门外丫鬟说有客来。谢景昭皱起眉头，她正生着病，咋个还乱跑？让她回去歇着，我并没有生她的气。来人不是知音，是爹妈。喝过2杯茶，爹妈才开了话头。我和你妈觉得灵儿这丫头跟你不太合适。昭儿你也不爱她，不如这门亲事就算了吧。谢景昭心里只觉得好笑，知音想欲擒故纵，逼他服软，居然连爹妈也被他忽悠。最烦后院那些弯弯绕绕的把戏和算计，所以连头都没抬。随他，等他发现欲擒故纵没有用，自然会哭着上门认错。爹妈对看一眼，见他并不在乎知音，终于放宽心。下个月初8，你弟弟要结婚了，你可有空来喝杯喜酒？谢景昭头都没抬。不用了，我忙着去姑苏办事，没空回去。下个月估计知音就要哭着上门认错。要是他跑到喜宴上哭哭啼啼，又在弟妹面前丢人，还是不去的好。爹妈并不关心他去哪里，只听说跟谢清燕顺路。那好，你弟弟结了婚，也要去姑苏接手家里铺子。到时候你们一块儿，方便互相照应。听到谢清燕的名字，谢景昭本能的皱起眉头，想问一句弟妹是谁，脾气咋样？罢了，估计是跟他一样的人，刁蛮霸道，任性自私，无理取闹。谢清燕结婚那天，谢家张灯结彩，占了广陵9成热闹。半夜风大，把纸张和他的心一块吹乱。谢景昭烦得不行，起身关窗，正巧看见薛老伯乐呵呵地捧着喜糖喜果，想带回去给孙子们分一分。这薛老伯原本在庙里面撞钟，谢清燕心疼他养活一大家子太累，就把一条船交给他开。哪知他除了耳朵背些，干事却非常老练。谢景昭听着远处方圆喜乐吹打声，忍不住叫住老伯：新娘是谁？薛老伯眯起眼睛，把耳朵凑过去，大声问：啥？大少爷，您问什么？新娘是谁？啊，多谢关心，吃过了。谢景昭不问了。10天后，没等来知音上门，反倒等来谢清燕要跟他一起出发去姑苏的消息。谢景昭犹豫半天，还是让莫叔去方圆送了感冒药。莫叔看出了自家少爷的心思，拍着胸脯骄傲说：把药亲自递给沈大小姐的时候，我就交代了，若真有事儿，可以写信给大少爷，但是不要告状，也不要无理取闹，不然大少爷以后都不收你的信了。谢景昭装作随意的放下笔。那他可有哭闹？莫叔抓抓头，大小姐没吭声，估计是听进去了。莫叔警告的话，知音都听进去了，果然没有来烦他。姑苏10天，一封给他的信也没有。
反倒弟弟那边一天有80封信件要发。看见夏群好，是要杏子黄还是16红？盼老婆速回。嘿，2件都给老婆买了。吃到糕点好，是要蟹壳酥还是青团糕？盼老婆速回。唉，2样天热都放坏了。姑苏天热，谢清燕的老婆随信寄来解暑药丸和2件薄夏装，夏装谢清燕赶紧给换上了。从谢景昭旁边过时，得意的快长出尾巴。谢景昭脸上有些挂不住，可有给我的信和包裹？管事不敢怠慢，从柜子最底下翻出3封旧信，连着包裹。有的，是2个月前阿英寄来的，信和包裹全发了潮。那天他不愿收，客栈的人就放得不仔细。连下的大雨，3封信字迹基本模糊了，只隐约3行，看得清他的谨慎和愧疚。爹妈没有偏心，这是给你做的。我等你回广陵，不管别人咋样，我肯定偏向你。包裹里2件夏装布料并不好，走线也匆忙。谢家有钱，绝不会寄这样的衣服来，不过是他怕自己为爹妈的偏心难受，暗暗补偿。又因为气他不回信，特意用便宜料子，纸上晕开的墨迹像知音水汪汪的眼睛，让他心底一软。那天他想跟自己说的事，到底是啥呢？没等他细想，突然觉得今天特别安静，就问专门帮谢清燕寄信件的跟班：“你家主子呢？”跟班老实回答：“老婆前天少吃1碗饭，主子猜老婆肯定是受了天大的委屈，所以昨夜亲自赶了回去，今天不用奴才跑腿了。”果然是个刁蛮难搞的。谢景昭突然想到知音也住在方圆，难道是弟妹跟他起了冲突？弟妹有谢清言罩着，那他呢？算了，他要是有事，自然会写信寄来的。一切等他回去再说。天边刚亮起鱼肚白，我还没睡醒，隐约感觉到有人怕吵我，坐在床边等了我半天。是谢清燕。你怎么回来了？你受了委屈，自然会来给你撑腰。谢清燕搂我在怀里时，冰凉的鼻尖轻轻蹭在我脖子上，还带着早上露水的湿气。我想谢清燕在姑苏算账非常辛苦，本不愿意打扰她。你怎么知道的？她声音含糊，像撒娇。猜的。轻描淡写，却莫名让人踏实。那天我们拜天地，后妈不满你只对我亲娘牌位磕头，10箱嫁妆9箱是空的，她还把亲娘给我攒的嫁妆全扣下来了。我以为她会像谢景昭那样数落我不敬长辈，最起码也是冷冷的看我一眼，让我不要把钱财看得太重。谢清燕没有，她琢磨半天，要是闹到衙门，状告亲人，先挨板子，也未必能把东西要回来。要是回沈家闹，狗急跳墙，我怕他们会毁了亲妈给你的嫁妆。我眉头刚要皱起来，就被他轻轻按住。别皱眉，我有办法。他能有什么办法？难道是去找我后妈和继妹说情？为难的话就算了，毕竟只是小事。谢清燕很认真地纠正我：阿英的事是天大的事。中午，谢清燕花大价钱请来了广陵最火的戏班子，请沈家老小去看戏，专门交代是招待不周的赔罪。安排好沈家，谢清燕匆匆来方圆找我，递给我一套沈家佣人的衣服。阿英，快跟我走。沈家宅院不大，主子都去别院看戏了。下午天热，留下的丫鬟大妈刚好偷懒，守门的大妈喝得烂醉，靠着墙呼呼大睡。我闻到了杨梅酒的味道，一路绕到沈玉娇的屋子，瞅着门锁，谢清燕一拍脑门，忘了叫个开锁的来。我从窗台边一盆盆栽下摸到了钥匙，看见谢清燕发愣，我摸着亲妈找人做的大木床，靠窗的桌子。因为这个房间本来也是我的。2年前，沈玉娇想要我的房间，我也跟她大吵一架，闹到谢景昭跟前，结果又是一句让给他。谢清燕却不管这些，看到啥好东西，一股脑往麻袋里装。清燕，这个拿错了，这不是我亲妈留给我的。谢清燕满不在乎。当初他抢你的东西，可没管过这些。管他呢，拿了就当利息呗。我把那根簪子挑出来，放在了桌上。亲妈教过我，不是我的东西，不能拿。谢清燕叹了口气，你看，不是你的东西，你根本不会拿。我哥他凭啥说你脾气差不讲理？头是暖炉，枕巾衣服，这4年一次次被抢走，一次次让出去的东西，谢清燕一口气塞满了一麻袋。大妈听到动静，迷迷糊糊往屋里探头。什么人？谢清燕一手扛着麻袋，一手拉着翻过墙路。快跑快跑！她死死抓着我的手，跑过院墙，跑过小巷，跑得太快时，耳边风声呼呼，心里像有火在烧，好像这些年的烦恼都被甩在身后，追也追不上。一直跑到方圆，我跟谢清燕累得坐在地上，连句话也说不出，一口气喝了3杯茶水。再抬头看见对方通红的脸，丫鬟跟班的搞笑打扮，突然不知咋的，
一直笑，一直笑，笑得上气不接下气，笑到眼前人影模糊时，我才明白，原来流泪也不全是因为委屈。谢清燕像一个商量分赃的同伙，得意洋洋。这种累皮狗，少爷我在做买卖时见得多了。我保证，只要我在，谁也别想抢亲妈的东西。我不想掉眼泪，故意不接他的话。要是他们追究起来呢？他们都知道知音是泥人大小姐。谢清燕很认真地看着我。那他们知不知道耍赖又心眼的谢家老二？谢家老二谢清燕很喜欢他，他总会给知音撑腰的，你们谁也不能欺负他。谢清燕回姑苏这些日子，不知中了什么邪，每天挂着笑，别说看他这个亲哥，就是对路边的流浪狗都和和气气，担心谢清燕和弟妹让知音受了委屈。谢景昭纠结着，还是写了封信。下月15中午回家，这次真的不骗他傻等了。15这天，谢清燕抢着上头船，隔着岸，远远看见谢家马车旁一抹杏黄，是穿下裙的姑娘，水灵得像一颗杏子，隔水看不清楚，还以为是知音。直到谢清燕兴冲冲跳下船，飞奔去将她抱了个满怀，谢景昭才发现那人并不是知音，是老二的老婆。中午时太阳毒，码头热闹，等到太阳偏西，知音都没有来，看出少爷的失落，莫叔赶紧宽慰。没准是大小姐病还没好呢。少爷，咱们去方圆看看呗。方圆夏日午后静悄悄的，树影晃动，大雁睡觉，只有后院书房时不时有阵阵的笑声。谢清燕讲着姑苏的趣事，逗他老婆一直笑，笑声听着耳熟，谢景昭却想不起在哪里听过。大哥偷看弟妹是很不规矩的，偏偏笑声勾起了他心思，根本忍不住。他往窗前走了一步，无奈隔着紫藤门帘，模模糊糊，两人长相看不清楚，只看见床上的人侧着身子，像在睡觉。一碗泡过冰水的杨梅就放在他手边，一颗也没有吃，估计是刚洗完澡，头发没梳，全披散着，衣服松散，有茉莉花香气。谢清燕为自己讨一点甜头时，抬头轻拉他的衣袖，很小声地求他：“我好想你，可以吗？”下午的阳光晒得人眼花，门帘晃动时像晕船，手心的汗黏糊，像10岁那年接过阿英递来的糖，只是落在脑门的一个亲，让他心发慌，让他像贼一样狼狈逃走。刚好在走廊撞上2个说笑的丫鬟。那800亩杨梅都是给少奶奶种的，少奶奶要是不准，任凭杨梅烂在树上，少爷也不分1颗给别人呢。听得谢景昭眉头皱起来，刚才那个温柔好看的弟妹竟然跟知音一样，是个自私嘴馋的丫头，让他想起4年前好久不见，也是隔着帘子。他本想跟同事朋友介绍知音，却不想撞见他仗势欺人，只为了一篮子杨梅就搬出谢家来耍威风，那蛮横嘴馋的样子让他在人前丢尽脸面。不想听他哭着狡辩，谢家媳妇不能有这种上不了台面的脾气，把他坏毛病慢慢改掉也是为他好。4年前也是这样闷热的下午，那碗杨梅好像很沉很沉，压得他脑袋一点一点低下去。另一个丫鬟笑道：“少奶奶可大方呢，除了送亲友捐给善堂，连我们当丫鬟的也能沾沾光，分一篮子。”原来误会他了。要是知音能跟弟妹一样懂事明理，自己不知有多省心。谢景昭正想问那2个丫鬟，知音现在住在方圆哪个房间，莫叔就急忙来报：“二小姐说，大小姐偷了她的东西，连着沈家夫人闹了起来，求您去主持公道呢。”沈家沈玉娇的房间确实乱七八糟，沈玉娇捏着手绢，躲在沈家夫人怀里哭得凶。肯定是知音，除了他还有谁会干这种缺德事儿？沈爹顶不住沈玉娇哭闹，只好陪笑脸请谢景昭一起去知音屋里找赃物。眼前屋子又偏又小，潮湿不见光，谢景昭甚至差点踩到一只多足潮虫。要不是沈玉娇吩咐下人砸门，他简直不敢信这是知音的房间。没等谢景昭拦住，门锁已经被砸开了，佣人跟班们随便把衣柜和首饰盒打开，裙子和首饰扔在地上，全是旧的了，连翻找的丫鬟身上穿的戴的都比这些鲜艳。一张小小的床，半旧的被子，有走线细密的补丁，补丁跟他身上穿的夏装料子花纹一样，被子是用他衣服的边角料补的。原来不是他抠门，这已经是他能找出最好的布料了。谢景昭呆呆地站在门外，满脸迷糊。他不知道阿英过得这么苦，买布的钱辛苦攒了多久，也不知道阿英坐在这小小的床上为他做夏装时，他在想什么呢？他会想什么呢？是在担心他因为爹妈的偏心难受，是在害怕他要责骂他的窝囊软弱。但是阿英没有想那么多，他只是一字一句认认真真地回答10岁的谢景昭：“不管别人咋样，我肯定偏向你。”在一堆半旧的杂物里，佣人们翻到一个好看的盒子，急忙拿到谢景昭面前讨赏。大小姐肯定卖掉了赃物，换成银票藏在盒子里。盒子轻飘飘的，
又没有锁，很轻松的弹开，没有金银首饰，只有灰扑扑的燕毛，每一根落毛都被他小心捡起，收得整齐。沈玉娇疯了一样的大叫：“太偷了，藏在方圆了！大妈都说了，跟这两个可疑的人，肯定是知音那个坏女人找的帮手。”一大家人哄着哭闹的沈玉娇，连沈爹都一口一个家贼的骂着知音。谢景昭说不出话了，他的心像被谁死死捏住，喘不上气。原来这4年里，阿英过的是这样的日子。原来4年前搬出他的名字，不是仗势欺人，不是嘴馋计较，是阿英信他，信他会保护自己。可他呢？他一直在和别人一起欺负他。谢景昭不知道该怎么面对阿英。刚好谢清燕的请帖下了，请沈家所有人来方圆。沈家人冷茶喝了3轮，才看见谢清燕正热情地给知音打着伞，怕夕阳热着她。而知音好像刚睡醒，长发被一根碧玉簪子松松盘起，杏黄衣服穿在她的身上，好看的让她移不开眼。谢景昭经常办案，心比别人更细，看见阿英盘起的头发，心里一紧。谢清燕娶的那个弟妹不会是阿英吧？但很快冷静下来，她没有嫁人，夏天盘起头发只是嫌热。但是阿英向来很少打扮，又总是低着头，怎么今天打扮得如此漂亮好看，连身上清茉莉的香气也觉得熟悉。对了，肯定是弟弟谢清燕疼爱老婆，老婆想讨好大嫂，也送了许多给他，肯定是了，毕竟连丫鬟都说少奶奶待人大方宽容，习惯了沈家的乱骂和瞎编，习惯了他的冷脸。阿英没有吭声，甚至没有多看他一眼，让谢景昭心头一酸，反倒谢清燕气得直跳。可笑！你们欺负他之前，可打听过他相公是谁？这话反倒弄得谢景昭有些不好意思。他从来不曾护着未婚妻阿英，倒是没想到向来跟自己不对付的弟弟竟然敢说真话。哪知谢清燕一脚踩在大木椅上，非常骄傲地指着自己：“是我。”我轻轻拉了拉挡在我身前的谢清燕，冲他笑一笑：“相公，我能应付的。”谢景昭愣住了：“你说什么？你叫他什么？”哥，我8岁就想娶阿莹了，而且爹妈这次可没有偏心，又劝阿玲写信让你回家做主，又专门去问你，是什么时候的信？又是什么时候问过他了？谢景昭一愣，突然想起那3封他嫌烦不愿意看、被大雨淋湿的信件，和出远门前老妈突然劝他退掉这门婚事。他以为我是欲擒故纵，所以并不在乎。谢景昭呆呆地看着我，半天说不出一句话。阿英，我抬起头，平静地看着谢景昭。谢大人，沈家还丢了什么？请您说清。听我见外的叫他谢大人，谢景昭的脸色白了。我跟他10岁认识，从来都叫他阿昭。他说不出话，自然有人替他说。沈玉娇知道谢家有钱，也知道谢家大半家产都在谢清燕手里。除了金9箱、银8箱、珍珠6箱、布料13匹，还有一架值钱屏风，7个古董花瓶。他没完没了的编，我没有打断，也没有反驳，甚至让丫鬟给他倒杯水润润嗓子，慢慢的记。终于他觉得够了，得意的看我。谢清燕看着长长的赃物单子，怀疑说：“怎么就编这么点儿？老婆，他是不是瞧不起我？”我又仔细问过布料花样、古董年份，沈玉娇结结巴巴，勉强能编出来。等他编完这些，我拿着单子问道：“你再从头说一遍，沈家丢了多少东西？金银加起来几箱？古董玩意儿多少件？”沈玉娇傻眼了，她想敲诈谢家，所以随口编的数哪里还对得上？谢景昭呆呆地看着我，好像现在才认识我。谢大人，我也确实从沈家拿了一些东西回来。您向来公正，以前不会偏心未婚妻，现在应该也不会偏心弟妹，还得您来做个决定，免得以后给我相公留下麻烦。别院的门推开，那天我跟谢清燕拿回来的东西整齐放在桌上，我平静地看着谢景昭。谢大人要告我偷窃，得先证明这些东西是赃物。谢景昭赶紧解释：“阿玲，我没想告你偷窃。”我打断了他：“大人先看吧。”桌上是成双成对的暖炉袋子、枕巾、衣服、护膝、手套。谢大人应该认得，这些都是我亲妈为你我结婚准备的。她知道你在谢家受了许多委屈，也怕你的东西会被弟弟抢走，所以她每一样都做了2件，每件都绣了你我的名字。英昭2个字绣得很近，像2个孤单的小人紧紧地靠在一起，走线匆匆凌乱。因为亲妈那时已经病得很重了，却想着多做一件，再多一样东西替她陪着我。怎么办啊？我的婴儿还那么小，
阿昭，要是有人欺负他，你可要护着他。怕亲妈掉眼泪，我故意说嘴硬的话。妈别怕，向来都是我打别人呢。亲妈没有反驳我，只把我的手放在谢景昭手里。我们阿莹是好姑娘，她从来没有欺负过别人。阿昭，拜托你多让一让她，千万不要欺负她呀。回忆涌上心头时，谢景昭也突然红了眼圈，满眼苦涩。我是对你不好，但是你要嫁别人，为什么不再问一问我呢？我想问的，可我看老伯奔波着讨生活，实在不易。怕你骂他，像骂我一样不留情面。后来你亲妈来找我，她替你求情，我就想再问你一回，最后一次吧。可你烦我，那些寄去姑苏的信，你一封都没有看。那全是凑巧。但是你为啥非要嫁给谢青燕？你明知道他啥子都要抢我的，爹妈又偏心，为啥子连你也选他？因为4年前你说我馋，说我贪心，我认了。我若是不馋不贪，咋个会在听到800亩的杨梅园子时有一丝心动？躺在杨梅树下时，我还以为自己馋得能吞下个太阳，但是我才吃了3只，就撑得走不动道了。其实我没有那么馋，也没有那么贪。既然没有，那你为啥子要这么骂我呢？我想不清楚。但是过去的事，想清楚了也没啥意义。我看着谢景昭，一字一句，好像想把每个字全砸进他的心里。我会嫁给他，跟爹妈偏心他的道理一样，因为我觉着谢青燕比你强，他哪儿都比你强。广陵没有啥稀奇的事，谢青燕拉着几家商会做局，引得沈家上套，败光了家产。亲妈起早贪黑，搭上嫁妆换来的沈家大院又回到我手里。听说沈家3口吃不饱饭，只有破房遮头，整天担惊受怕。谢景昭主动调走离开前，写了封信，把谢家剩下3成家产交到我手里，就当做嫁妆，盼着能补偿这些年对我的亏欠。一切全都结束，日子本该过得轻松自在。谢青燕不知咋的，突然又开始闹别扭。这天挺冷，我看着谢家账本，谢青燕在床上特认真的帮我捂着脚时，突然没头没脑的蹦出一句：“阿英，我想改名字，我全想好了，叫谢清照。”好端端改啥子名字？没等我问，他又自言自语的反驳了：“不成，假如你喊我阿照，那不成了喊大哥？”他在胡说啥呢？谢青燕抓着护膝嘟囔：“你看看，亲妈都绣好了你跟大哥的名字，你俩名字贴在一块儿，好像你们拉着手一样。我琢磨，要是改成赵，你绣4个点不更省事？”当然了，我不是眼红，也没有不高兴，我就是单纯觉得这个赵字不错。哦，明白，就是眼红了，不痛快了。我装作发愁。你要改名呀？但是我前几天里给谢青言做的手套护膝已经绣上名字了，这下该咋办呢？不改了，不改了，给我瞧瞧。他拿在手里翻来覆去的看，嘴角忍不住上翘。还是咱俩的名字绣得更近些，好像我抱着阿言一般。门外狂风暴雪时，屋内团圆正好，冬雪安静，暖灯亮堂，2口和睦，恩爱100年。